有请。男嘉宾范先生37岁，来自河北，司机；女嘉宾严女士40岁，来自天津，保险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是吧？嗯，是的。交往多久了？交往1年多了吧。在这小片里面听到了有好多冲突啊。第一个我听到的好像就是关于孩子的事儿，是吧？我就觉得吧，教育孩子不应该就是说斥责呀那种啊。我觉得教育孩子就有什么事就好好跟他说嘛。啊。反正就是观念不一样。哦，观念不一样。你们俩的孩子都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？还是您的？我的孩子跟我在一起，他的孩子不跟我在一起。哦，男孩女孩啊？我家是男孩。这个管得很严？管得很严。多大呀？14。哎呦，最难管的时候，又是青春期，咋管啊？就是他成绩下降的时候，就苛责他。哦，就大声的批评他。大声的批评他。你儿子跟他关系怎么样？处得不怎么样。我孩子跟我有微信聊天嘛，跟我说了好多话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我就觉得没什么，就是到后来我就感觉孩子那话就说的我就是字字扎我的心，你知道吗？主持人，我就感觉我在孩子身上特别的，就是对于孩子来说，我感觉就是很对不起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今天我把这些话我也带来了，大家就是说可以看一下。其实我说我今天就是说我为了孩子，我跟他就是说真的没法再继续下去了。这是儿子不接受您离婚的事实哈。他也不是说不接受我离婚的事实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不想让我就是再婚找这个人吧，就是说感觉他对他不好。这个反映出两个问题嘛，一个是孩子对父母离异这件事儿是不太能接受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啊。第二个好像跟您处的也不太好，是在家里面就阴沉着脸不跟人说话，说话就吼人家，是吗？我觉得吧，孩子就应该严格管教。不是你们俩认识也就1年多，对吧？人家都长了10好几岁了，您首先得让他接受你才能管教啊。我的孩子都是这么教育来的。这问题不是那个不是您的孩子吗？在人心里人家没有把您当父亲啊，你只一叔叔呀。那倒是。除了跟孩子不好，还因为什么原因啊？他们这个人吧，爱喝酒，酒量不大吧，还经常喝。喝完酒之后，我感觉像耍酒疯一样，把家里就是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厨房里的东西我挪到卧室，卧室里的东西吧，都挪到客厅。我觉得吧，喝酒就是为了缓解工作压力，喝酒喝多了，情绪行为难以控制，很正常。那你可以控制不喝呀，兄弟。我也得慢慢戒。你这上面是司机是吧？职业是，挺累，挺累。很多职业司机都愿意下班之后喝2口，但人不闹事儿啊，就心情不太好吧？不是，再说那也不是你自己家呀，说白了。还有一次比较严重，冬天嘛，下雪嘛，好像是就是去年的时候，就是他出去喝酒去了，我怕他也喝多了是吧？我就把他弄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还没有进门口的时候嘛，他就这么一反手，他就想推我，就是想搡我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一个重心不是没站稳嘛，然后就掉到那个雪地里边，就是我第2天就感冒了，浑身都湿了。为此就是我俩就是大吵了一架。那你们俩怎么就那会儿不借机就分开了，多好啊？他不有求我吗？那件事我都解释过多少遍了，我说那只是个意外，一直在道歉。不是你别喝酒不就得了吗？是不喝酒还行。不喝酒的时候就跟个木头一样。小片里我没记错的话，您还说他是个妈宝男是吧？他以前嘛，他妈妈在世的时候就是依仗他妈妈，什么都不会做，自己衣服也不会洗。主持人，我想解释一下，父亲以前工作忙，就是妈妈把我拉扯大的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就是特别依赖母亲。母亲去世之后，就感觉天都塌了，就是心情特别压抑。单独站在你个体的这个层面里面都能理解，就大家都可以理解啊，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们都理解得了。
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站在你的层面，对吧？你现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，你不是还有个女朋友吗？对吧？对，所以我特别想问的就是，女士，既然她有这么多的问题，你看，跟您的孩子是有冲突的、不和的，对吧？对。性格上面有一定的小缺陷，对啊，或者有一些小瑕疵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再加上她的这个嗜好，比如说喝酒，对。有时候可能经常性的这样就叫酗酒嘛，然后借酒撒疯，你应该经历过，是，那怎么还就求一求就能又回去了呢？也不是说求一求就回去了，知道吗，主持人？我就感觉就是再组家庭嘛，就是走到一起也不容易。我也不想再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折腾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接下来其实我挺想问你的，就看小片的时候，我就没弄清楚这俩人为什么在一起。我听你说的时候，我就更没弄清楚了。你说她跟她的前夫和男同学还叫什么？原话我忘了，大概就是没有断干净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还有你认为的超过正常交往的一个往来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这什么情况呀？就是她跟她前夫，就是关于这个财产分割这块一直纠缠不清。这是就等于跟前夫来往的比较密切，是吧？对。来往密切的理由是财产分割没分清楚，是吗？对。我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嘛，就是我俩也和平分手嘛，就是当时还有一些财产问题没有解决完，见面难免吧，就是毕竟我跟他之间还有一个孩子嘛，孩子抚养问题他也要弄到18周岁嘛。不是我方便问一下您为什么离婚吗？我俩就是也是经常吵，反正就是最后吧，就是感觉他不和了吧，就分手了。哦，听明白了，就是现在跟前夫的往来还是在纠结那些财产呢。对。离婚多久了？离婚好几年了吧。那这财产还没纠结清楚呢。不是，当时不是有一套房嘛，有一套房不是以我的名义贷款买的嘛。啊。贷款还有点没还清，所以就是经常就是在一起会那个讨论一下这个财产问题。往来挺密切。不是，也不是说往来很密切，他就是怀疑。行，那男同学呢？有一回我看见他和男同学聊天，就互相发照片什么的，我就觉得他俩可能有暧昧的关系。这个男同学嘛，就是那次我们同学聚会，就是我去了之后嘛，就是他给我打电话，我一看是他的电话，我就接了，第一时间我就开了免提，然后他在对方那边就直接就吼过来了，就说到现在你还不回家。当时我就懵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感觉好尴尬呀，就是在同学面前呢。同学就问我这谁呀？我都没好意思说是我男朋友，啊，我就说是一朋友，那个有事找我。我立马就回家了。那天我连饭都没吃，回家我又大吵了一顿。这个男同学嘛，他之后就问我说跟男朋友是什么关系？大学同学也不错嘛，关系。我就当时加了微信，但是我跟他聊天的记录我也给他看了，就视频也好，照片也好，我都跟他看了。他嘛，家庭条件不错，你知道吗？我呢是干销售的，我是干保险行业的嘛，我就感觉他可以在我身上上份保险，就是我可以在他身上就是挣点钱。听明白了，您倒是挺坦诚。对啊，他家境好，人长得又帅，我当然有压力了。那你说他要在我这上份保险，不也是我的工作吗？3天2头的聚会，不是你看不惯他的行为方式，对吧？对。那你为什么非要跟人结婚呢？我也特奇怪。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吧是缘分，在一起不容易啊。既然到一块儿了，就慢慢磨合呗。方便问您为什么离异吗？我离异是双方父母家庭有点小矛盾，出现分歧了，关于看孩子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不是你们的情感不好，多少有点。您今天来是要跟他分手？对。您今天来是不想分手？对。不想分手的理由呢？就是在你面前这位女士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娶她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喜欢她呀。就除了你喜欢她，还有别的吗？我就觉得2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。行，你看啊，现在这个你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，对吧？对。提过几回啊？有好几回，她一直拿买车的事儿推脱，还说这个车还没买呢，咱们结婚的事儿就再推推。完了，当时老父亲重病嘛，就花了好多钱。谁老父亲重病？我老父亲重病。我说车的事儿再等等。什么车？买个代步车就行。
代步工具是吧？对，我以为是您是司机要买一个生产力的车呢啊，能变钱的车，就是一个。没有。所以您认为她不愿意嫁给你是因为一辆轿车，是这意思吗？我觉得她太物质。你看啊，她跟前夫又纠缠不清，她又物质，赶紧离开她呀。所以我也很纠结，我就想来这节目，请老师跟主持人就我就特别想问问，就是您是不是还舍不得呀？舍不得也有，但是就是我也不是很您能矛盾告诉我们，吧就是对您的矛盾来自于什么呀？我不想的就是在折腾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毕竟我是2婚嘛，再重组家庭，你说孩子本身就已经受到一次挫折了，你让孩子再受一次挫折，我就感觉，我就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嘛，就是说。行，我再问问你们俩谁收入高一点？我。您收入还比他高？那不就是妈吗？又养着又伺候着，那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了。找一个人伺候着自己，挣钱还比自己挣得多，我就有点不甘心吧。不甘心什么呢？就是当初对他挺好的，后来就是出了这么多档子事儿。你们指的出事儿，就是指你跟他儿子的关系不好，对吧？对，我估计可能有一些争吵，对吧？是。然后加上你喝酒之后的一些不理智的举动和行为，对，两个人都说了，我们都舍不得，但是确实这个感情存在，让我们觉得挺难受、挺别扭。我们这外人听起来，如果说有一段感情有一个分手的理由就足够了，你们俩这必须分手的理由至少占了1000个。但是有的时候情感就是这样，虽然很理性的说我们该分手，但是真的让你们分的时候又觉得好像下不了那个决心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各位老师，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年轻人的爱情都是明枪，你给我一枪，我给你一枪，这枪特别容易走火，因为在那个时间里，爱的炙热，爱的单纯。中年人的爱情像暗箭，彼此在较劲儿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但是心底里都已经各自有了防备。听到你们俩的这段情感，似乎让我觉得你们其实都不是对方最满意或者说比较满意的选择。就像你们说的，在这个时间，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遇到一个人其实没那么容易了，所以你们彼此在将就。这种将就让彼此的心里都挺不甘的，但是往前一看，似乎又觉得茫茫人海，满世界的人也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，就这么拖着熬着。我是一个母亲，我觉得看了孩子的那段话很心疼，不仅仅是对父母生活的一种失望，对母亲抉择的一种失望，更是对自己无能为力，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一种失望。所以作为母亲，我很心疼这个孩子。我想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更多考虑孩子的感受，因为你对于这个母亲来说并非是好的选择。在这种前提下，我一定会率先考虑我孩子的感受，我要让他得到更幸福，不能说美满，相对圆满的一种结局。对于这位先生来说，你在寻找母亲，你还是一个孩子，但是明显这位母亲不是你心里设想的这样一个形象。这位母亲她还有自己的前夫，还有自己的男同学，她还有很多社交的层面，她还要养家糊口，她和你真正意义上的母亲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也要三思，我不觉得你们俩现在的将就会成全未来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周群老师。陆琪老师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，不好找，特别不好找，然后他又有那么强的需求，最后导致底线就变得无限的放低，可以不断的去容忍对方，因为觉得我忍一忍可能就过去了，我都离过一次婚了，等等等等。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好像有种种不合适，但是好像两个人始终都在忍，在给对方机会。
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，就是这位先生啊，你是一个典型的叫自我压抑的一个性格。自我压抑的人，就好比你吧，你的精神支柱垮掉之后，你就陷入了一种封闭和自我麻醉的一个状况。就因为你的世界、你的生活垮掉了，所以你在逃避这个世界。怎么逃避这个世界呢？第一个，我把心封起来；第二个，我不断的用酒精来麻醉自己，我不用去接触那么多生活和社会上的压力。这是你现在的现状，也是你们两个人所遇到的现状。你希望找一个人可以帮你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分担生活的压力，但他本来就是一个靠着麻醉和自我封闭来逃避生活的人。请问你们怎么忍得下去呢？最后我给先生就是一句话，我们中年人的精神支柱就是我们已经成为别人的精神支柱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别人的精神支柱，我们才能这么撑下去的。所以你就好好想想吧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卢奇老师。沙岛老师，二位好。这婚肯定是不能结。你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？你知道对于孩子来讲，完整的家是什么吗？完整的家就是两个人感情也好，然后对于孩子来说，这个也是挺好的。对于孩子来说，完整的家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爸爸和他唯一的妈妈在一起。你不要打着孩子的旗号和名义，我要给他组成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为了儿子。如果你真的为了儿子的话，那你就回去复婚呢。你完全是从你的角度出发和考虑的。而且通过刚才你跟儿子的这个微信对话，我并不觉得你们母子关系很好。我觉得你现在首先要紧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你和孩子的关系问题。你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过孩子在想什么。孩子仅仅是因为斥责吗？不可能。他抵抗，他反抗，到底是在反抗的什么？一个儿子能跟妈妈说，那你自己去寻找你的幸福吧，我要离开你。他内心埋了多么怨恨的一颗种子。14岁是青春期，这个时期的过渡很重要，尤其是男孩子。我今天听到你们整个的这个故事到现在，我比较担心是你的儿子。你们如果能够分开，就是从这个沼泽当中把自己救出来了。如果不能分开，继续再往下走，就是深陷这片沼泽出不来。你们无非就是出一个沼泽的问题，但是那是孩子的未来。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挺扭曲的，明明很痛苦，明明没有一丁点爱的表现和爱的付出，你们说想要继续在一起都不舍得，可是你们不舍得做出了什么努力吗？为这段感情做出了什么改变吗？没有。那还谈什么舍得不舍得呢？我觉得，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，我就是一个忠告，千万不要结婚，不要再把自己推向一片深渊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沙岛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你的儿子在微信当中形容你和他都是用这两个称呼，你、他，而且言语当中极尽冷漠。他说我不喜欢他对我吼，对我叫，我讨厌看见他坐在沙发里面满脸阴沉的样子。从这段对话当中也看得出来，其实儿子表面上反感的是他，其实心里厌恶的是你。在这样段对话当中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妈妈，都是说你、他，甚至我看不出单亲家庭母子之间的那种情深意长。我相信，如果他不跟你的孩子发生矛盾，如果你的前夫跟你们之间还没有来往，也没有什么同学的事情，他一定是个特别温暖而顺从的人，是吗？还行。就他不吃醋的时候，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，因为别人而那么客气的想要管控你、占有你的时候，他是不是看上去还挺温暖的？但是那是不正常的表现。一个人正常的人生态度，恰恰是应该是在复杂的生活当中，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的过程当中，一种稳定的对你的态度。但是你自己也有问题，你母子之间的关系有问题，你跟前夫以及社会关系
你也需要进行调整，所以你根本不是在结婚的适合的时候。至于男方，其实你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父亲的能力，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角色都没做好，更别说做一个继父。即便你要结婚，也不适合找一个再婚的女人带着孩子的女人，那样的话你也痛苦，别人也痛苦。所以带好你的孩子，你结婚未必要孩子同意，但至少不能让他恨。如果这个关系都调整不好，你不要接纳一个男人。至于你，我觉得你好好的去看看自己的孩子。你母亲走了，你父亲走了，那是你唯一的亲人，所以你应该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一个做父亲、做男人的影子，这是你当下要做的。我告诉你，别的女人也好，结婚也好，不一定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暖，但至亲可以。就这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成年人了啊，想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吗？想啊。想不那么累吗？想啊。您呢？想。也想是吧？我就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过简单的生活就不累了。对你来说，简单的生活就先跟儿子过嘛，至少得等你儿子过了青春期嘛。因为这个期间，别说来一叔叔了，亲爹在那儿都会打得一塌糊涂。你也想过得简单轻松，现在真的他不适合，真的不适合。别找女朋友，自己先过一段时间再说，就轻松了。好聚好散，男人嘛，对吧？就是过去咱母亲在的时候，咱可以是个孩子，但是母亲一走，咱就真得变成男人了。你已经没有原谅自己的借口了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听了导师们的一些话吧，就是我感觉认识你也挺开心的，就是也挺感谢你的，就是照顾我了一段时间。就是以后呢，你也可以遇到比我还好的。反正我觉得咱俩还是不合适，分开吧。我觉得听完老师跟主持人的建议，首先呢，就是给孩子道个歉，就给孩子带来那么大的创伤。我没想到就是一点小事儿就给孩子带来那么大的不好。就是这样吧。那你给孩子道歉，这还挺好。对，就这态度特别好啊。这个走之前给孩子留个条，郑重的道一下歉。我觉得特别需要重新站起来，作为一个男人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谢谢你们。谢谢老师。如果他们真的通过咱们的节目能把这事儿给想明白了，并且在生活里就真的这么做了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。就是人一定要对自己负责，才能够有可能对周边的人负责，否则对别人负责一定是一句空话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露雨中悲伤，是少句与你分开思念却我觉得吧，我还是需要他。是，知道你需要。你能做到一点吗？先把你的东西搬出这个家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因为人家已经做了选择了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来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